中规中矩的刹车。哦，13000转断油的这个双缸就是这种感觉，你给油，没事，不要换，不用换挡，不用换挡，不用换，换，走。不错哈，车很轻，所以刹车能刹得住。我们要左拐，没关系。刚刚那个急刹下来的时候，因为速度比较高 ，ABS 释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松了一下，然后又紧急在制动，它中间有个断点啊。哦，这个避震从这些地方过的时候，能感觉到有点支撑性太强了，比较震。前面有一个小道，我们待会进去。我大概在这边稍微绕一下这个车，我觉得这款车绕八的话会非常的好骑，会非常的好骑啊。2档。哦，就是看它就下去这一下特别快，非常快。然后因为它转速区间很饱满，就你即使在这不降档，你把3档丢到一个低转，再拉油门，哎，你松，拉油门，减速，滑过来，等一下啊，给油给油给油，松掉油没关系，点点后刹到这个位置，开弯。我这车也太好骑了吧！就这是一款有着随心所欲操控的一款仿赛。哦，这个不错的，就是小了一点。这个对于身高不是很高的朋友真的来说是一个又好玩，这是福音吧，我觉得。点后刹就行了，也不会断，不会脱档。哎，我怕那个对向有来车，这个是一个双向单车道，还是慢一点。就后刹完全在这些地方是够用的，因为车太轻了。我特别好骑，我靠！首先就是因为一个转速区间的一个饱满程度，所以它的每一档的动力都不会特别的突兀。即使你开弯，有的时候就是你出弯的时候误操给了一把油，整个车身给到你的这个代价不太高。好吧，它不是那种低扭特别冲的车。我们来挂到1档啊，来把全油，你能感受一下这个动力啊。对吧？它不是那种低扭堆在前面，然后你给把油会冲，不会，它就是一个整个转速区间非常的饱满，让你去使用的这么一个动力。OK， 前面有2位车友，待会儿要从你旁边过了。OK， 这边是个下坡，我们用怠速下一下。你看它低速的这个反应是不是并没有特别棒，对吧？
但它骑起来感觉就好很多。它低速的那个反应甚至没有一些单缸做的好，但这个的确不是它的优势啊。我靠，就 GS-X 的那个成熟稳重啊，跟这个就是完全鲜明的对比了。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年轻且叫嚣的一辆车，听它的声浪你就知道了，懂我意思吧？怪不得叫刺鸟呢。OK， 我简单说一下，如果从骑行的角度来说的话，就首先有个比较高亢的声浪，不是最好听，但它声音很高亢，好吧，这一点我相信大家是认可的。然后从这个操控角度来讲，就非常的灵敏，很灵敏，它特别愿意跟着你下去，这个也是很棒的。车身的用料的确是，不咋地，好吧，那有一说一，反正就这个价格嘛。品控质量，那希望凯越做得好一点。不管怎么样，至少售后要做得好一些，对吧？这个要交给车主们来说了。通病那些东西，这个车主们交给你们了，好吧？如果是刺鸟250的车主，欢迎把你的这个用车感受留在评论区。我前几天看到有个刺鸟车主说他链条已经开始异响了，不知道会不会也是一个通病，这个现在不知道。但就这款车的这个驾驶方式来说的话，的确很容易对链条这个要求比较高，能感觉到。你交给我骑一段时间，估计链条也得换。整个这个逼车，整个这个车在避震的这个支撑性来讲的话，我是很喜欢的，它给到很强的这个弯道自信。怪不得你们那么多人问这个刺鸟250呢，我懂了，的确很好骑哈，特别好骑。骑行姿势的话，我来想一下，就是一个仿赛，好吧，注意是仿赛啊，没有很战斗，但是并不是特别舒适，夹在一个就是比较适中的这么一个范围。首先还是车小，手把没有特别高或者特别低，对骑行整个质感来讲的话，日常走街稍微激进一点，你要怕嘞，也没问题。它虽然车小，车座比较低，但它整个的这个怎么说？轴距还可以，就我人趴在上面的话，感觉还好，不会显得特别短。我也是能趴得了。我这个钥匙是不是打到你们脸了？刺鸟250可以的呀，凯越现在做车的确还可以。那个450新的那版，到时候能借到就借到给大家拍一下，好吧？这款车在我心目当中250，我来想一下啊。第一 ，GS-X 250不用说的，骑行质感、质量都非常棒，就颜值也很高。买那款车不会错，就是它不会出错的，好吧？它就是链条声音响了一点。其二的话，我现在脑海里面是那个赛克龙的 RC250，那款车单缸，然后带快排的那版的确非常不错。它虽然是单缸，但它骑行质感跟双缸一样，很好骑，操控也不错。然后并列的话就是这款车，并列的就是刺鸟的250，第二。第三名的话可以排到 GP 的250，原图的 GP 250，第三名啊。第四名我脑海里面的话可能就是钱江的250，第五的话应该是春风的250。然后宗申202那款车，它的颜值在我心目当中是第一位的，但它整个车的质感、发动机调教各个方面的话，的确是排不上名次，好吧？就跟那些来讲的话，跟这些刺鸟那都没得比的，跟原图也比不了。反正刺鸟现在在我心目当中，就250来说的话，它可以排到第二、第三的，非常棒了。刺鸟250这款车，如果你没有见过实车，只是看到图片或者是视频的话，我跟你说，它的价格跟它的这个车身质感、用料来说是差不多的，好吧？这个屏幕很廉价，这个漆水就一般般，这个车壳的整个质感也一般，但震动抑制还可以啊，毕竟是双缸。那么它的骑行质感呢，的确是物超所值的。就这个价格买到一个双缸250比较好玩的车，这个是可以的，好吧？还是刚刚说过的嘛 ，GS-X 非常的成熟稳重。这款车就是刺鸟，就是一个刺头，声浪很爆炸，然后操控感非常棒，很暴躁的一款车，好吧？它包括这里面还有一些这个空气动力学的这个设计啊，这个干嘛的？增加这个下压力的嘛？这是干嘛的？好吧，反正就是有这么一些设计，不错的啊，刺鸟250，给你比个赞。
我很意外，我现在对凯越的车我都很意外，就是轻巧的确是能给车身的操控带来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很直观的感觉。这个车要有机会的话，给它再上点强度的去试一试。这个车反正日常通勤的话，我觉得这个避震和操控的感受完全够了。赛道里面那套就交给赛道那帮人来试啊，你们可以看一下他们的视频了，好吧 ？OK，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peace。说你的时候，旁边还在给你放炮呢，可以的，94你了。屏幕太廉价了，以后会不会出个高配版本啊？卖得好的话，出个双向快排，换个避震，然后换个仪表，出个高配，会不会这么玩？250的车，转速拉的比较高，哎，就跟上次那个原图7P250一样，不用换挡，不用换挡，声音也好听。